今天是第一天早起，没啥好说的，就这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书接上回，主播要开始在景德镇为期2周的陶艺全日制学习之旅了。那么主播究竟是一个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呢？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下。你们吃过这个不？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早餐，如果一个早餐店有卖这个的话，我必买。我真不理解景德镇狗为什么都不拴绳啊，就是满街都是不拴绳的狗，吃早饭旁边也是狗，虽然这只狗很可爱就是了。哎，怎么还没有进入学陶艺的正题？今天最后一天，所以他们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完。很辛苦，我已经说好几遍了。过来。哎呀！烧的是咸的，烧的是透，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。太好笑了。我的天，手整个变成黄色了。OK， 今日总结，看，这是我今天笔记，前面的字迹还很工整，到后面越来越潦草。今天呢，因为是第一天，老师说就要教我们最轻松、最简单的手捏。我体验下来一天的感受就是累。实话告诉大家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，因为我回来是先睡了一觉，然后起来把我刚才买的水果吃掉了。说到水果 ，by the way。西瓜吃完了，只剩这个了。西瓜不好吃，肉西瓜，你们知道啥叫肉西瓜吗？就怎么形容呢？肉西瓜就是它吃起来不是那种歘的爽朗的口感，而是的那种肉肉的口感。好吃的是这个东西，不知道这水果它咋想的。它怎么就能每个都长得这么好吃呢？我跑题了，对不起。说回陶艺，我昨天不是去陶溪川的夜市逛了一圈吗？然后有的就会卖498，有会卖598，更有甚者，我觉得最好看的那个它要卖798，然后我当时觉得好贵呀。虽然我也觉得你们做的很好看，但是很贵。我今天自己做了一天，我的感觉就是就该卖这么贵，就该卖这么贵。我今天辛苦劳作了一天，又除了吃饭时间，全部都在做陶艺，一共才做了6个作品，朋友们。而且今天只是把这东西捏出来，后面还要上色，还要上釉，还要烤，然后烤的过程中还可能会有作品爆炸。所以我现在觉得 Oh no， 手工艺人真的是很牛逼，他们能做出来这些作品真的很牛逼，我们应该支持他们。像我自己做出来那些东西虽然我做的很菜，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想卖，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宝。嗨，早上好，现在是第2天，感觉没有比第1天好多少。我会适应早起吗？我会吗？我觉得我适应不了，有点饿了，去吃早饭，拜拜。你往左前方也是可以的，你往右前方也可以，你只需要给它一个倾斜的角度就可以了。我还是给我的猫做一个喝水的碗，比较现实一点。给猫喝水的碗重点就是要厚要重。猫的喝水的碗已经做好了。你那碗我猫都不喝。我这碗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还是开了。我要做碗。已经开了，现在已经变盘子了，不要救了。这样呢？不要救。这样呢？就先做个盘子吧。好吧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要顺其自然，让事情自然的发生。你有自己的想法，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我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但你有。怎么办？他已经哭了。跟你说了，刚刚那样就正好了，把它弄。没救了，现在已经变烧饼了。哎，不能喝这水，不能喝这水啊，有毒。我要一个这个。谢谢。请确认支付，支付中行得水。饭是很好吃的，但是有人抽烟，这个2手烟的味儿我真是受不了。我回来了，美好的一天又结束了。我来总结下今天的收获。收获1，我白天那么困不是因为起得早，是因为没有喝咖啡。技术总结2，江西菜是真的辣，不要点任何带辣椒的菜，太可怕了，辣的我也没怎么样，反正也吃了，但好辣。然后呢，今天学啥了呢？今天学的是
拉坯。今天拉坯拉的我全身上下全是泥，就是那坨泥呀，在你手里面变幻莫测，变幻风云，变高又变低，变高又变低，超好玩。就是这里和这里使劲使的有点累。然后呢，我之前还幻想我来了之后要拉这么大的花瓶，我要拉一个这么大的花瓶摆到我的家里。事实证明是做不到，听说拉那种超大的作品要学1年以上才可以。然后明天见吧。感觉好多了，感觉我永远适应不了早起，永远 forever and ever。看看我的早饭，今天点的是油条包糯米麻薯马吉叫什么不知道。要迟到了。红灯就往那边走吗？ Oh no， 那边是等待区吗？那我先过去。啊，恐怖。这不是红灯吗？哦，好，大家都会预判是吧？大家都会预判啊，很厉害。大家都有下林岗，嘿嘿，下林岗。迟到了，迟了个大到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是迟到也丝毫不感到羞耻的年纪了，所以，嘿嘿，大丈夫。我今天穿着跟昨天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因为今天还是要拉坯。又要搞得一身的泥，我感觉中国的所有的城市都长差不多，你们觉得吗？差不多，一个人审美对。刚才回来一照镜子，发现我已经变这样了，眼镜头发上全是泥巴。Oh my god！ 啊，我已经不行了，好累啊！可能上学就是如此之累吧。而且我今天发现迟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旦这个迟到的口开了之后呢，我不是很确定我接下来的11天还能不能保持早起，尽量吧，明天见。早上好。なんとなく有点忧郁，我觉得是因为我太累了。前2天拉了2天的坯，然后我觉得这里还有手腕，还有这里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到处都好累。跟狗一起上学，每天跟狗一起上学，我真服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猫好人坏。先下去，一个刀尖下去，对，然后慢慢向外吗？对，慢慢把它打平。哇哦，万一太薄了，一下就对，要洗第一个花盆。花盆然后花盆很好啊。我刚才第一次修的时候，我不会出现泡刀，现在出现了。Oh no！ 我的咖啡漏壶已经快没有了。刚才这么大，现在修完之后变这么小。我必须得有一个非常小的接咖啡的容器。今天在学修坯，然后呢，我就感觉我跟老师的思想观念有一点不一样。就因为老师科班出身嘛，他就很重视这种技巧方面的东西，他会觉得你来学习陶艺，你来学的就是这种技巧。老师就会很欣赏那种做的非常精美的、非常完美的那种对称的陶艺作品，他觉得那才是陶艺的
巅峰，陶艺的精华，但是我反而不喜欢那种修得很完美很工整的陶艺作品，我就喜欢那种有点抽象的，或者不对称的，或者有一点小瑕疵的，或者保留了一些手作痕迹的那种陶艺作品。我就在想这个问题，每次我们说到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如果我们给出2个选项，你是喜欢大家都喜欢的完美的东西呢，还是你是会喜欢独一无二的东西呢？ Of course 每个人都会说我喜欢独一无二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说我喜欢跟大家都一样的东西，包括我的老师，他肯定如果有这个选择题的话，他肯定也会说我喜欢独一无二的作品。所以当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喜欢独一无二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喜欢的和我喜欢的所谓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可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老师他喜欢的就是那种大师做出来的超级完美的超级精美的，没有人能再做出来的那种独一无二，而我喜欢的是那种带瑕疵的手做的，上面可能还有人的指纹的那种独一无二。这就让我有所感悟，我觉得有的事情表面上我们好像选择了一样的答案，但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跟另一个人很像的时候，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人的 MBTI 跟你一样，你就觉得哦，我们俩是同类人，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像。 No，你们不是同类人，你们只是看起来选择了一个相似的答案，但这个答案的本质，这个答案的在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哎呀，来景德镇这么些天了，我都没有吃上过一口好饭，每天都忙着累，忙着睡觉，今天一定要去吃口好的了。正好我住这附近有一家小红书推荐，我们今天去尝一下。好的，我们3个餐具尝。好的，哎，这个好好玩啊！我明天想做一个，但这个很难做哎，这看起来好难做。家里来客啦！我的天呐，全都看起来好好吃，牛蛙、炖鱼头、3杯鸡，然后呢，这竟然还有桂花糖醋排骨，哎呦！这好好吃，最喜欢吃这种黏黏的东西了。早上好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我今天早上被闹钟吵醒的时候，之前那种惊慌的、愤怒的、悲伤的情绪没有了。今天被闹钟吵醒的时候，就是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件事情，然后起床了，吃个早饭，曼玲粥铺。昨天早上我点了一份广东肠粉，没想到江西这边肠粉里面都要放辣椒。曾经我也是很能吃辣的，但是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了，原来辣是一种痛觉，它不是一种味道，我就再也不能接受很辣这件事情了。然后我吃辣的能力就逐渐的退化了。这个角度我感觉我要给诺瓦咖啡打广告，但其实不是，是因为早上只有这家咖啡营业，别的咖啡都8点半9点才营业。全球首创零脂拿铁，零脂拿铁有什么好全球首创的？直接用零脂的那个牛奶不就行？逐渐习惯了每天跟狗一起上学，每天看不同的狗，你别说，还觉得挺可爱的。之后下一期视频可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作品，我的成品。我做了好多东西啊，我超级努力做了好多东西，但是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脚胎的盘子恐怕是看不见了，因为这个盘子已经被我一屁股做烂了。有一天我把这个盘子放在我的椅子上面，准备去干点别的事情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忘记这个盘子在我椅子上面了。完了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搞反了，这个条不应该是在那个凹了里面。刚才在讲什么？哦，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椅子上，然后回来忘记了，我就一屁股把它做烂了。今天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早上去上课，然后发现教室里臭臭的，有股屎味，然后就发现有一只同学踩到了屎，这个屎是那只猫拉的，然后呢那个屎就很臭，我们就在那里清洁这个教室。我突然意识到了这只猫其实是一个流浪猫的事实。我之前就是这只猫是流浪猫一直都知道，但是呢就是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。然后今天它突然在教室拉屎了，拉屎这件事情本身跟它是一只流浪猫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我一想到我昨天还抱它了，对吧？然后这只猫呢，它拉屎，它可能平时还翻垃圾，它可能还在外面逮老鼠，我昨天抱它了，以及其实我还想抱它
就是喜欢抱猫，然后就有点后悔昨天抱了它，感觉它好像是一只脏脏流浪猫，但其实别人没有改变什么，它一直就是这样子的一只猫。以前我对它的幻想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干净的小猫，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一个幻想，但说实话，那只猫确实还挺干净的。我不知道我这是什么感想了，反思自己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是李敖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李敖当年不是跟胡梦莹结婚了之后，胡因梦还胡梦莹啊，跟一个美女结婚了之后，有一天看到美女拉屎，然后他受不了了，他觉得美女拉屎这件事情毁坏了美女在他心中的幻想，然后他就跟美女离婚了。可是每个人类都拉屎啊，美女也是人类，所以美女也要拉屎啊。然后小猫不管它看起来多可爱，它就是会拉屎啊。可是当我亲眼看到它的屎，闻到了它屎很臭之后，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很自责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难道是李敖吗？要菜不？你好，我要茉莉拿铁，做的很好。为什么这里会有个蜜雪冰城？你们跟蜜雪冰城是一家的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谢谢。不太熟练的使用团购券购买咖啡。哎，我昨天看到那个饼在哪里？怎么找不到了？他没开门，我冒着迟到的风险来买这个饼，他竟然没开门，我好伤心哦。哎呀，早上好，你咋在这儿啊？昨天拉屎了吗？上次那屎是不是你拉的？沉默，就是你拉的。坏猫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有很多的笔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可能说，你看它一会儿就干啊，干完以后它就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烧完以后依旧非常明显。我的定制版耐克阿甘鞋，有木有人知道我画的是什么？还有这个，按照的高低马脚来去摆放的作品。毕加索，嘴巴，耳朵，眼睛。看看我们的窑炉，昨天的这几个是我的作品，放着烘干，然后昨天的作品在这个炉里面烤，很烫很烫。大家画的都超级好看的，然后我那个油画的风格的杯子烤出来巨丑巨丑。今天也想跟自己说一声お疲れ様です，所以今天也要去吃点漂亮饭。我心心念念的鱼头汤，然后这里特色的黄豆炒茄子，这个超好吃。然后芭乐碎碎冰，我给它取的名字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这个很好吃。每天早上我从那个酒店路过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早上好嘛，有时候是老板，有时候老板娘。然后那个老板每次都要跟我说，哎，你今天咋这么早？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要晚，而且这个对话每一天都要重复一遍，我每天都要跟他说一遍我9点上课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迟到了。这让我觉得他很友好，他对我非常的友善，但是他一点都不关心我。这边的话呢，这些都属于我们的釉料。釉料呢，我们最靠左边的是单色釉啊，先看一下它能不能出。定在这个中间点，就跟修皮一样，先修中间。烤红薯，天哪，太利索了，萌萌。你的作用是什么？我的作用起到一个外观上的作用。哇，烤红薯喽！有够喜庆啊！我们过年了，过年了。哇，好标准的烤红薯啊，好香！可以，喊他们来。好像可以了吧，软软的。可以。我做的杯瓣儿，小爱同学，
放一首烂泥。好的，小爱想陪你一起听会员歌曲《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》。怎么会？一滩烂泥。景德镇真的挺牛逼的，这个路灯都是青花瓷的。然后呢，吃的烤肉王新疆菜，铁锅风情东北菜，北京烤鸭北京菜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什么重庆小面。然后 of course 江西菜啥都有，景德镇太牛逼了。和同学一起来吃这家我之前没吃到的土味梅小黄鱼。现在国内的餐厅真的玩得好花俏哦，还有抽奖的，还有刮刮乐。哎嘿嘿嘿，好好玩啊！我要这张吧。我也是3，是不是只有3等奖啊？哇塞，可是3等奖也很好看哎。我也觉得。好，它这里面有个盲盒，拿给您。哇，谢谢。超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，4个3等奖。哎呀，猜出来啥啊？太有意思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图怎么会这么丑？我的妈呀！还可以，挺好看的。你的手很好看。真的吗？谢谢。雪梨肉饼汤，这个是哎，这是什么来着？猪脚牛筋啊！猪脚牛筋。你们要吃饭吗？我看大家都大赞这个饭，说这饭巨好吃，感觉它跟猪油拌饭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然后今天好像是第8天，是不是第8天？我已经忘记了，并且我还是没有适应早起这件事情，只能说是没有那么痛苦了，但是还是没有适应。剩下的5、6、7、8天，我一定要猛猛的出成果，加油！早上好。哪怕没有办法。是的，来了先吃饭，再干活。好饿，今天起得晚就感觉元气满满，人果然还是不能早起。那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说明你的手移动的太快了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需要慢一点啊，我们走一下。一口气干到了晚上11点半，都熄灯了。外面有猫在打架，然后这猫在这看热闹。哎，你不能进，你不能进，现在不能进了，现在不能进了。出去吧，出去吧，晚上不能在这里。感觉现在发型很像是3毛流浪记。现在不像头盔了，像马桶车。哇，累，感觉自己燃尽了。唉，最近几天都没怎么拍视频，因为真的很累，好吵！我的天哪，为什么会有拖拉机在路上开啊？唉，燃尽了。OK， 那么我们时间直接蹦到了最后一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真的拍不动了，中间有几天太累了，下午实在太累了，顶不住了，回酒店睡了一觉。然后现在是晚上8点半，我要去学校继续喷釉，把剩下的
所有的杯子碗又给喷完，太累了，我都快顶不住了。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，要在明天下午4点之前把需要上釉的东西给上完釉，但是上釉比我想象的要慢很多，因为每一个釉我都想上不一样的颜色，所以每上一个釉就需要重新和一个釉，重新过滤一遍，重新喷一遍，重新洗一遍东西，再重新这套动作。然后今天从早上大概10点多搞下午4点才搞完了，大概一半吧。然后我剩下的可能要上的又更复杂，我感觉如果明天早上再去的话就来不及了，所以今天晚上要去加班，这劳累程度堪比我夏天刷房子。 Oh my god， 拍不了 vlog， 太累了。我在想那些一边就是真正的干活或者真正的上学的人，还有那种备战高考的高中生 vlog， 他们咋拍的？他们咋拍的？我真的是拍不了，我拍不了，只有悠闲的时候才能拍。全是电动车了。别以为是因为我努力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班上的人每一个都比我努力。这么晚了，还有超多人在这里上釉啊。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下期视频我应该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东西烤出来是什么样子。这一锅呢是一些使用了化妆土的，然后这一锅呢是我不准备上任何油，就要那种粗糙质感的。所有东西都放进窑炉之后，我们这个课程就结束了。我觉得这一次2周的景德镇学习陶艺之旅还是非常开心的，虽然很累，感觉找回了久违的那种学生时代的感觉。大家都是很单纯的，就是喜欢学这个东西而来，所以大家相处的也特别愉快。这种感觉我感觉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了，所以还是蛮开心的。我感觉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会再来，但我下次来可能不会选这种城市里的学校，我可能会选一个更村的学校，这样人会更少。我对城市里电动车还是有点不爽。那么感谢你今天也看到了这里，祝你今夜好眠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